极氪九叉是我們去 4S 店裡時第一眼就相中的車，把外觀設計的這麼張揚，很難不讓人回頭多看兩眼。造型這麼拉風的一輛大型 SUV， 到底是徒有其表還是內外兼修呢？這裡是車厘子，我是白毅，歡迎來到本期極氪九叉的體驗時刻。别的不说，先给它颜值打个分吧，1到5分，你会打几分呢？当初网上第一次爆料它外观的时候，我們其實是有點反感的，因為感覺太像庫里南了，有一種山寨感。但是，對，我要說但是了，當我們第一次看到這個實車的時候，我只能說，真香啊！這大中網，這大輪毂，還有這大銀片子，買的就是庫里南。開玩笑哈，其實看實車呢，它真的很有自己的味道。所以說你們看車也不要只看圖片，真的要去線下去轉一轉。九叉給我營造的這種氣勢，真的不是圖片能比擬的。它和蔚來、理想那些9系 SUV 都不是一個範兒。比如 L9是家用的溫馨感 ，ES8是沉穩商務感，而九叉則是一種非常豪邁的大哥範兒。會有這種感覺的原因，肯定跟它的設計手法息息相關。九叉呢，運用了很多平直線條的設計，直上直下的中網，直線條的燈組設計，側面的車身走線也是直的一順到底，甚至是車頂也是平直的設計，所以整車的姿態就是那種4平8穩的感覺，穩重大氣。唯獨讓我覺得有些遺憾的就是這個屁股，這個燈組造型放它身上就總覺得和這個車不太搭，橫向的線條太多了，看上去不高級。那我們也是按照自己的審美幫極氪改了一版，不知道這樣會不會好一些。先說一下我們今天這台車是6座70度電池的 Ultra 版，我這台選配了大柄輪毂，比較特殊的是黑曜版，它有一個專屬的這個黑輪毂，看着也挺帥的哈。車燈這裡從 Ultra 開始就都標配了像素式大燈，並且帶投影技術。它這個燈設計的是真的很好看，不靈不靈的，尤其是到了晚上，燈珠像星辰一樣，看着很帶勁。當然哈，它這個燈不僅是為了好看，它還有很多的功能，比如它可以在轉彎的時候在路面鋪一條光毯，隨着方向轉動。但是我自己用下來覺得有點雞肋，因為它經常沒法按照實際道路去鋪，會偏離到外邊，所以這個功能我感覺還得再優化一下。第二個就是在它鎖車的時候，會在地上鋪滿送客的圖案，這個還是挺不錯的，很有情緒價值。各位，你們看這是啥？外星科技，傳統門把手，這絕對是99成稀罕物。這個不做隱藏的車型可不多了啊，大家且買且珍惜。它這個把手裡外都有電子觸點，一碰就開了。如果斷電了，也能通過機械結構拉開。反正我是很喜歡這種傳統的設計，用着更順手。儲物能力上，先看前備箱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它沒有前備箱。我們來到後備箱這裡，可以看到九叉是用了一個天地門的設計，上下對開。這樣有一個好處，就是如果你停車時離後邊比較近的話，可以只打開上面這個門。你看它這個空間佔用的面積就很小，就很方便我來後邊取東西。像我們之前測的大車呢，就得注意後邊的距離，因為門很大嘛，害怕碰到。九叉這個就會好很多。但是哈，有利就有弊。平時如果是現在這個模式，拿東西可能需要再多往上拎一下了。我們現在把3排放倒了哈，咱們模擬一下。比如說你放東西放得比較深，那我們就需要把這個門打開。哎，這樣就可能得爬進去拿了，但是不用擔心哈，它這個門還是比較結實的。你看，我這樣坐上去，完全是可以撐得住的。我是100斤哈，可能沒什麼這個參考的價值。王腾人。它是160斤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啊，160斤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，所以不用擔心它這個門的承重。那我剛才說的那些呢，其實也就是傳統門、傳統的這種普通門和天地門的一個在實際場景下的區別吧。空間上3排放倒後沒啥可說的，很大很夠用。旁邊這裡也給了電動調節的按鍵，以及220伏電源口，戶外拓展性是不錯的。
但如果你3排坐人的话，这空间也就这么多了。我觉得撑死放4个登机箱吧。这个底下它也相当于没有挖空，前面也没有前备箱。如果真是6人出行的话，想放6个人的行李箱，真是有点费劲。外面咱先看到这儿，接下来咱们进屋聊。9X的内饰整体给我的第一感就是它很有传统燃油车的感觉，不是说它设计土、设计落后啊，而是它继承了很多燃油车的优点。比如第一个就是它的設計風格沒有硬靠極簡風，你看它這個儀表盤的屏幕是有一個很自然的外殼包裹，不是那種像電瓶車那樣孤零零的一個屏擺在那兒。再比如整體的造型設計層次分明，視覺觀感很飽滿，不會給我一種很空很廉價的感覺。第二點就是很多關鍵功能它都給了實體按鍵，比如後視鏡調節實體的，方向盤調節實體的，空調出風口實體的，座椅這裡角度調節和加熱通風就不說了，它這個按摩居然也都給了實體鍵，並且你看連8種按摩模式都可以直接手動選擇，包括你看這個天窗是個實體撥桿，現在很多車都是觸控鍵了，但是換來換去還是實體的，盲操起來踏實。怎麼說呢，我真的太喜歡這樣的設計了。不知道有沒有人懂我啊？你調個後視鏡，調個方向盤都得進屏幕菜單裡去調，真的很不方便。極氪 9X 依然保留了這種傳統的設計，這點真的要狠狠的點個讚。唯一美中不足的，我覺得是這個空調口。雖說手動調整方向很方便，但我還是覺得極氪應該給它一個電動掃風的選擇，就是既可以手動也可以電動的那種，因為像是避人、吹風等功能還是很實用、很方便的。9X 沒有，這還是挺遺憾的。用料上，基本我手能摸到的地方都有皮革包裹，中控這邊也是，充電板有絨布、金屬包裹，這裡還是木頭的材質，質感做的還都挺不錯的。就是有一點，這個用了一個水晶造型哈。你要是在別的地方也有水晶元素的話就還好，可是現在就你一個用了水晶造型，稍微有點突兀，有點像是後期你在淘寶上買了一個水晶套件給它套上去的那種感覺。反正我覺得沒有這個水晶一致性會更強，但是哈。它這扭起來，質感真做的挺好的，咯噔咯噔的，還挺上癮。前排儲物的話，門板這裡可以放東西，副駕手套箱也有，但是它底下這裡沒有做掏空，並且扶手箱呢，它這裡邊做的也很小很淺。我們幾個也看了，確實沒有什麼夾層的那種地兒，反正就是很小哈。如果要是能做更大更深，那肯定更好嘛。說下屏幕，極氪官方是可以讓你去選的，單屏或者是雙屏。如果你副駕經常坐人，並且他愛刷劇的話，我就建議你直接配一個雙聯屏。如果沒有這個愛好的話，那你單屏其實也夠用了。系統操作上邏輯沒啥問題，常用功能也都在直觀的界面上。它這個車機的流暢度，我覺得勉強及格吧，就是有輕微的遲滯感。不知道後期極氪會不會通過 OTA 再給它優化一下。9X的音響是一個9.2、4.8的配置，總共32個揚聲器，數量是真的多。它的品牌是和賓利同款的 Name， 效果還是挺不錯的。我們架上麥克風，給大家簡單貼一下。OK， 我現在來到了第2排。我現在的這個座椅呢，是1、2、3排都能正常入座的位置。可以看到這個寬度啊，還是挺寬敞的。椅子坐着也很舒服，承托性啥的都沒問題。就是有一塊我會覺得有點彆扭，就是它這個椅子只有單邊有扶手，另一邊只能搭在門上。你看我現在就感覺左右兩邊有點不太對稱。這要是再給一個小扶手，那肯定就更好了。和前排設計思路一樣，它這個第2排也有很多實體按鍵，比如扶手這裡加熱、通風、座椅記憶、舒躺模式啥的，包括按摩也是一樣給了實體鍵，去選擇不同模式。它這個按摩的感覺是很不一樣的。怎麼說呢？它有那種揉捏的，還有點對點震動的按摩，就是有很多花樣，跟我之前坐過的其他車都不太一樣。然後這裡
它也給了一塊小屏，可以拿出來跟個手機似的。這裡邊也能設置像是空調、座椅、音樂導航什麼的，用起來還是挺方便的。然後底下這裡有冰箱，帶有加熱、冷藏和冷凍，這個就不多說了。娛樂屏絕對是9X的一大特色哈，咱打開給大家看一下。首先就是它可以任意調整屏幕的角度，第二個就是它自帶一個電動滑軌，咱們來試一下哈。你看它可以前後移動。那這個就很好呀，電視不再是第2排專享了，第3排也能看清畫面，尤其是第3排坐着孩子的話，這個實用性一下就體現出来了。OK， 電視我們先說到這兒哈，咱們現在來看一看它這個座椅功能。首先呢，它有一個舒躺模式，再來試一下哈。前排会往前放。我这個位置會升起一個腳托。它前排這個也是有一個，稍微有點窄，但它也是有一個腳踏的哈。然後我這個座椅，腳托的這個位置會往前移，拖到我小腿的位置，還是挺舒服的。我身高是1.7米哈，你看我的腿是完全可以伸直的，空間很寬敞。然後它这個安全帶也是在椅子上的，所以也可以在行駛中開啟。但是因為它這個前面的座椅會擋住後視鏡，所以在掛入低檔後，為了不遮擋駕駛員視線，這個椅子會自動再調整一下。那相較而言，我們上一期給大家測的那個 ES8就沒有這個問題，它是完全不會擋住駕駛員的這個看後視鏡的視線的，所以我覺得極客可以借鑑一下未來的那個設計思路。除了舒躺模式，它還有一個零重力模式。你看這個模式下，椅子會更躺一些，姿勢也更放鬆，我感覺更適合睡覺休息。那這還不算完，極客9X後排這2個座椅是可以180度旋轉衝向後邊的，咱們打開看一下哈。這個功能需要停車之後把車門打開才能開啟，變形完畢之後，2排和3排就是一個對坐的狀態了。那現在這種旋轉座椅也不是極客才有的了，小米鵬程也有了類似的設計，只不過區別是小米是1排和2排對坐，極客呢是2排和3排對坐。那我也比較好奇哈，你們會更喜歡哪種方式呢？OK， 我現在把全車這個座椅都復位了，咱們去第3排看看。第一個要說的就是它這個地台很平整，所以進入第3排還是挺順暢的。現在第2排座椅是歸位之後的狀態，可以看到我坐在第3排，空間還是很寬敞的，我的腿離第2排座椅還有這麼多的空間。然後它這個第3排可以獨立控制的功能還挺多的，常規的比如座椅調節、空調、手動遮陽簾，然後這裡也給了杯架可以放水。除此之外，你看上邊。我也可以獨立控制3排的頂部遮陽簾，然後後邊這裡它也有一個手動遮陽簾，但是這個，坐着太費勁了，這要是電動的就好了。多囉嗦一句哈，我這個車鋪的不知道什麼鬼的腳墊，完全鋪不起，椅子一挪就蹭起來了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真的買了9X，一定要挑一個合適的腳墊，要不然太糟心了。OK， 我们现在把这辆车開起來，跟大家聊聊行駛感受。這輛車真的是我開過的所有9系 SUV 裡操控質感最棒的一台了。我這台 Ultra 是前後雙電機加 2.0T 的插混動力，電機最大功率898匹，最大扭矩935牛米，官方0-100加速4.2秒，日常駕駛動力儲備非常充裕，開起來很有勁兒。城區內道路咱就不說了，高速上超個車對它來說都是輕輕鬆鬆的，開它完全不會有動力不足的焦慮。它的油門並沒有為了顯得很有力就調得很雞賊，踩下踏板後是一個很自然的加速曲線，不是一下子就給你衝出去那種，而是循序漸進的，越踩力量越足。它這個油門質感真的和大排量油車特別像，日常開很沉穩，但你想加速的時候，它又能迸發出那種力量感，我真特喜歡。並且這幾天在開的時候，我也發現它似乎沒有動能回收的阻隔感。鬆開油門時，它會自然地保持速度往前滑行。如果你以前經常開電車的話，會一下子就感覺出不一樣。剎車腳感上，在低速時初段有點賊，稍微一踩就點頭，可能需要適應一下。當速度提起來之後，整體的行程就自然多了，制動力變為了更自然的上升動態。底盤方面絕對是最出彩的地方，它採用了闭式雙腔空懸加雙閥 CCD 電磁減震器，我會感覺這個車有一種天然的穩定感。就不是那種空懸在瘋狂運動下那種穩定，而是與生俱來的感覺。尤其是在高速上開，真的有那種貼地飛行的感覺，是那種穩穩壓住地面，一點不輕飄晃悠的安心感。
在穩定的同時呢，它的路感又很清晰。我能明显的感觉到，此时我开在什麼樣質感的路面上，路面上有幾個小坎兒和縫隙，我全能感受到，但是卻一點都不硌，壓過去就是一種很舒服的回彈感。怎麼說呢？每次懸掛的回彈，我感覺跟我炫技似的，咯噔一下就過去了，特別從容。並且在支撐力方面，它做的也非常穩定。這輛車已經有3噸重了，但是側傾卻一點都不嚴重。在並道或超車時，它的車身只會傾斜一點之後，很快就穩住了。整個車身都是跟隨性很強的，不拖泥帶水。我現在開的還是舒適模式，調到運動模式下，姿態就更加穩定了。我們也是出於好奇，想知道它的極限到底在哪兒。我們找了一個彎道試了一下，用比平时更快的速度進彎，它這個車身就跟吸在地上一樣，特別穩。我們一看這是還有量啊，所以就又加了點速度，它居然一點都不再側傾了，就跟定住了一樣。最後因為速度太快，駕駛員自己都害怕了，就沒再繼續加油門了。就他給我一種感覺是，我身為駕駛員，我的心理承受極限已經到了，但遠不是他的極限。這底盤真的太絕了。轉向方面精準，沒什麼虛位。你看，我就算是小幅度擺動它，車頭也會很迅速的做出反應。速度起來後，快速並道也能迅速反應，並且方向盤不重，低速時揉起來很輕鬆，高速狀態下阻尼感也很舒服。唯獨要說的是回正手感，能感覺到電子味兒。因為這個車很大，又沒有後輪轉向，起初我真有點擔心它這個掉頭半徑的，但實際開起來還挺靈活的，像是掉頭、倒車入庫啥的都不會很費勁。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它的車寬，2米寬的車身，要是遇見那種狹窄的停車位，還真得多看着點兒。好在它有自動泊車以及遙控泊車等功能，要不很多的時候還真不好上下車。它這個車頭其實還是挺高的，也特別寬，所以如果你對於車頭距離把握不是很好的話，開這個車還真的要多練練。精密性上，我覺得可以打個90分。為啥沒給90分以上呢？不是因為它的風噪和路噪大，這2點做的都挺不錯的，主要是發動機介入時還是能聽到一個持續的運轉聲，踩油門時也能聽到轉速拉高的嘶吼聲。這個聲音並不大，不會是說讓人煩躁的程度，但就是會一直在那裡。當我把強制用電打開的時候，會瞬間覺得安靜了不少。所以因為這個原因，我就給它打了個90分，留10分，有這個優化空間哈。支架方面，全系標配了 L2 級別的城市領航和高快領航。我這台 Ultra 是搭載了千里浩瀚 H7，一顆索爾芯片，700 TOPS 算力。Hyper 和耀黑是千里浩瀚 H9，2顆索爾芯片，1400 TOPS 算力。所以我這次的智駕體驗也僅限於 Ultra 這個標配的版本啊，我感覺是完全夠用了，但沒有很完美。先說優點，它在判斷是否該變道時還是挺利落的。比如這裡有個壓線車，它一點沒猶豫，從旁邊就開過去了。再比如前面這兒，它本來是正常要排隊等待，一看燈變綠了，旁邊車道又沒車，它就立馬並過去開走了。這些做的都挺好的，那麼問題在哪兒呢？主要就是在於某些時刻，它這個駕駛邏輯和我人開還是有明顯的差異的。比如他經常要在停車之前不捨得早一點減速，非得加着油衝過去，然後再給一腳剎車停住，就很嚇人。然後你看這裡，明明前方一輛車都沒有，他這會兒又不着急了，慢慢悠悠的開。駕駛員實在受不了了，手動給提速到了85，這才把速度加上去。再看這裡，一條鄉村小道，這個時候他又不慢了，快得飛起，給駕駛員嚇夠嗆。總之就是有很多反直覺的操作，我感覺這個智駕還是得再優化一下。續航方面，我這輛 Ultra 用了一顆70度的3元鋰電池，放插混車裡，這絕對算是量大管飽了。CLTC 純電里程380公里，綜合里程1250公里。我們自己這幾天實際開下來啊，粗略估計純電應該能跑個220到260左右，綜合里程應該能到700-800公里。因為它還搭載了900伏快充平台，6C 的充電性能，所以補能效率也很高。我感覺把它当一個纯電車來開也沒啥問題。日常上下班你就用純電，如果是跑長途或者是這個自駕遊的話，你就用智能電混，也沒啥焦慮的。OK， 總結一下，极氪9叉我是真的很喜歡，不僅是它霸氣的外觀，駕駛感受也是相當 nice。
真要说不足的話，可能就是这套动力总成和悬挂系统太占空间，导致它的储物能力和同级別相比差點意思。那我覺得9X非常適合剛從油車轉過來的人，它很多設計都繼承了燃油車的精髓，無論是功能方面還是駕控感受，你都不會覺得這是一輛需要學習很久的車，基本上拿來就能舒服的開走。如果極氪未來再出一個純電或者是增程版，估計這銷量還能再漲一波。所以各位，你們覺得極氪9X的性價比如何呢？發在評論區告訴我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。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視頻，不要忘記長按點讚，一鍵3連哦。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